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号称存够300万就能躺平的年轻人，后来都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？某某90后夫妻存款300万，辞去工作，跑到一个小城市过上诗一般的躺平生活，评论区里一片羡慕之声，仿佛这就是人生的终极答案。但议员，我想说的是，故事的背后往往藏着许多被忽略的细节和风险。最近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几年前那些高调宣布提前退休的博主，有不少人竟然悄悄地重新开始找工作了。这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剧，开头总是很美好，但大结局往往出人意料。就拿我议员看到的一个案例来说，一位名叫潇潇的女性，之前是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，高强度工作10几年后，她带着300万存款回到老家西安，想过上靠利息生活的日子。最初几个月，她确实享受了睡到自然醒的悠闲，用小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但很快，问题就出现了，存款利率下调，她的月利息从将近1万元降到了6、7千，同时她的消费欲望却没有真正降级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存款早晚会花光的。这种焦虑迫使她重新把找工作提上了日程。更戏剧化的是，一位叫詹佐的前外企高管，他原本在北京2环有3套住房，2套出租，光租金1年就有50万。加上各种投资分红，提前5年过上了令人羡慕的躺平生活。但人生就是这么不可预测，他投资的800多万理财资金打了水漂，存款利率又大幅下调，连房价租金也下跌了，2套房的年租金少了近10万。用他的话说，一夜之间长出不少白发，最后不得不重出江湖，回到职场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和议员一样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真正安心的提前退休呢？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所谓的 4% 法则，也就是攒够年生活费的25倍，然后依靠每年提取不超过本金4%的收益来生活。比如你1年花12万，那就需要300万本金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很明确，也让很多人觉得有了一个清晰的奋斗目标。但议员，我认为这个看似科学的公式背后有几个巨大的 bug， 也就是漏洞，在真实世界里很难行得通。第一个漏洞就是去哪里找年化收益稳定在4%以上的理财产品或投资渠道。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，低利率时代已经来临。议员查到的数据显示，国有大型的3年期、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普遍降到1.5%左右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把300万存进银行，每年利息只有4万5千元，平均每月3750元。这个数字，即便在2、3线城市，要覆盖一个家庭的所有开支，也是非常紧张的。可能有的朋友会和议员说，可以投资股票、基金啊，收益更高，但高收益通常伴随着高风险。资本市场有句话叫，行情好时赚收益，行情差时亏本金。像詹佐那样投资失败导致重大损失的案例并不少见。想要获得稳定超过4%的无风险收益，在当下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第二个漏洞是通货膨胀这个隐形杀手。议员打个比方，今天的10块钱和10年后的10块钱，购买力是完全不同的。物价会涨，生活成本会悄无声息的增加。你现在觉得每月8000块够用，10年后可能就需要1万2甚至更多了。如果你的被动收入增长速度跑不赢通货膨胀，那就意味着你的生活水平在实质上是在逐年下降的，你的本金购买力在持续缩水，这就像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第三个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漏洞，是人生无常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议员上面提到的詹佐，他的躺平生活被打破，就是因为一连串的意外，投资暴雷，利率下调，租金减少。还有一位叫李婉莹的女士，
他原本靠房租和利息每月有6000多可支配收入，但租客退租，小区突然开始收停车费，自己牙齿出了问题，需要种牙。这些计划外的支出和收入减少，瞬间打破了他的财务平衡，让他陷入了100万花光了怎么办的持续焦虑。所以议员觉得，真正的财务安全，不仅要能覆盖日常的柴米油盐，还必须具备对抗人生重大风险和意外开支的能力，而这一点，恰恰是很多简单的躺平计算公式里没有涵盖的。那么，是不是说提前退休就完全不可行呢？当然不是。议员观察到，那些能够相对长久地维持这种生活的人，往往不是简单的躺平，而是找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。在 FIRE 这个圈子里，其实也分很多流派，并不是只有完全不上班这一种选择。有一种叫做咖啡师 FIRE， 指的是辞掉传统的全职工作，但仍然通过一些兼职、自由职业或者自己感兴趣的小事业来获得一部分收入，不完全依赖积蓄和利息，这样既减轻了财务压力，又保持了与社会的连接，不至于脱节。就像潇潇，他后来找的也是一些时间相对自由的兼职。还有一种叫做海岸 FIRE， 指的是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，足够覆盖未来生活，但仍然选择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，更多是为了兴趣和实现价值，而不是单纯为了钱。这有点像议员我知道的一对来自东北的夫妻，李晓和赵强，他们40几岁提前退休，从东北搬到秦皇岛生活，但他们并非无所事事。李晓学习瑜伽，结交新朋友，赵强则迷上了钓鱼，生活充实而有节奏。他们的退休更像是开启了人生的第二篇章。所以议员我的观点是，与其执着于一个存够多少钱就可以彻底不工作的魔法数字，不如更现实的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生活模式和收入结构。聊了这么多案例和概念，议员我觉得，我们对于财务自由和躺平本身的理解，可能就需要刷新一下。他们真正的核心，或许并不在于一个具体的存款金额，而在于选择权的增加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拥有了一定的资产和被动收入后，你获得了对工作说不的勇气，获得了按照自己内心喜好去安排时间的自由。你可以选择一份压力不大但自己真心喜欢的工作，即使收入不高，你可以选择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，换取更多的闲暇。你甚至可以拿出1年半载的时间去旅行，去学习一项新技能，而不用担心下个月的房贷。真正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。讲到这里，议员我想分享一个比较极致的例子。在云南的一个小村庄，有一个网名叫茂的人，他每月的生活费可以控制在300元左右。他通过极简的生活方式，种菜自给自足，将生活需求降到最低，从而实现了一种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受 FIRE。他的故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点，你对物质的需求越低，你获得自由所需要的本金就越少。这就像议员我常想的，自由的价格标签，其实贴在我们每个人的欲望上。当然，议员我绝不是鼓励大家都去过每月300元的生活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特定的条件。但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思考，我们追求财务自由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是为了满足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消费欲望，还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宁、时间的自主和对生活的掌控感？想清楚这一点，比单纯追求一个存款数字重要的。好啦，今天和议员一起看了这么多真实的躺平故事，有成功的，有失败的，有享受的，也有焦虑的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，对财务自由和提前退休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呢？议员我相信，通往美好生活的路径绝不是唯一的。无论是选择在职场继续拼搏，还是尝试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模式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是符合你自身价值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，并且你为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
它应该是一个让你感到踏实和快乐的主动选择，而不是一个出于逃避或冲动的无奈之举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真实故事和思考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。如果你也曾经过或者正在考虑某种形式的FIRE生活，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经验、困惑或者感悟。也许你的故事就能给另一个人带来宝贵的参考。如果觉得这期内容有价值，请别忘了点赞和分享。